三小姐上元登宴驯服烈马，又得苗贵妃亲赐玉镯，这些权贵人家呀，就都起了求娶之意。是啊，还有好几个媒婆想要登门拜访呢。这其中倒是有几户好人家。韩言，是走是留暂且不提，这些更替也暂可不看。你要如实告诉我，你跟富家姑爷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这话何意？自你归京入家之后，他就三番五次的助你，他是否对你动了情意？他是帮过我许多次，但此人心思捉摸不定，女儿亦不知他究竟是何种心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对他动了情？韩言，爱情是美好的，能得一心意相通之人，风雨同舟，休戚与共，乃人生幸事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探一探傅云熙的心意如何。好。早闻庄大人教女有方，今日冒昧登门，实在叨扰。若不是我央求了好几回，母亲还不肯来呢。这孩子平日里惯会说话，今日到了贵府，反倒失礼胡言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我看薛公子倒是个性情爽快之人呐。若是赶在春闱之前将我与三小姐的婚事定下，那便是喜上加喜了。在下见过岳父大人、薛夫人。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薛冒昧登门，只因担忧岳父大人暗通裴党一案。姑爷，此事早有定论，你又何出此言呢？无有志，死无对证，此案仍有不少疑点。我听闻大理寺仍在暗中调查岳父大人，这才前来慰问一二。岳父大人可好？我未曾听说此事，何人调查我呀？岳父大人见谅，此前兵部员外郎杨大人暗通裴党，不但满门抄斩，更是株连九族，就连他的亲家公和亲家母都被拉上刑场砍了脑袋。如今小薛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系于岳父大人是否清白呀！小薛心中实在不安。庄大人，既然有贵客到访，那我们就不再多做打扰，我们先回。母亲，您怕什么？三小姐背尸法场，救下满门，那是满京城传颂的英雄壮举，庄家一定是清白的。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我与三小姐八字相合，乃此生良配，您千万莫许他人。庄大人，姑爷，你这是？抱歉，惊扰了岳父贵客，在下也先行告退。哎，姑爷，大理寺为何调查我呀？我是清白的。大人，何事？薛家公子于酒肆中胡言乱语，说他今日去庄府提亲，以得三小姐中意，择日便要婚去。给他点教训便是了。可是他手拿一只锦帕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说那是三小姐赠予他的定情信物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哎呀，这折煞在下了。庄大人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放过我家那不成器的儿子吧！千错万错，都是犬子的错，我已将他一顿好打。你如果不接气，你拿鞭子再抽他一顿，我夫妇二人全无怨言呐。对啊，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快去再催催韩燕呐！大人呐，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求求您！韩燕，父亲，这是三小姐，今天是我儿冒犯了您，求求您就饶过他吧。犬子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实乃本官教子无方啊！三小姐深明大义，贤德无双，还请三小姐高抬贵手，放过犬子一马吧。
请二位明示。这事儿你得去问傅少卿啊。傅云溪，是。小姐，傅家过夜求见，说是要还您遗失之物。你的锦帕，今日被薛公子盗去，险些毁了你的生命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是我搞错了，告辞。你站住！傅云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就这般着急嫁人啊？那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我便帮你选上一选。吏部郎中之子左应寿，此人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。户部提举之子陈默，此人胆小如鼠，庸弱无能。广机库副使之子曹凤仙，此人惯常溜须拍马，实属厚颜无耻之辈。这些男子与三小姐确为良配啊！还有这些呢。太子少傅之子彭冠玉，此人金项玉质，文质彬彬，绝非动辄打家劫舍、舞枪弄刀的草莽匹夫。东阁大学士之子罗成，此人德爱礼智，光明磊落，绝非心怀叵测、满腹奸计之人。中书省员外郎之子邱明，此人虽然无甚才能，但却敢不顾他人戏谑调笑，放眼此生，只取一妻，还要为未来发妻守身呢。不知姐夫觉得这些人如何呀？做三小姐有意，全部招为赘婿才好。告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三小姐今日前往福源寺为母亲烧香祈福，有个叫何文胜的往庄家送了拜帖，还买通了庄府车夫，探知三小姐今日行程，一路跟到福源寺去了。何文胜，听说此人虽出身寒门，却颇有文采，下月春闱必得高中。此人倒有些手段。不过大人，卑职有一妙计。说。好，我与哥哥蒙上黑金，快马加鞭前去劫道，那厮文弱不堪，必定吓得屁滚尿流。正当我和哥哥欲欺辱三小姐之时，大人身骑白马营救美人，如何？孩子把戏，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吁！哎呦！怎么回事？三小姐恕罪，这小路难行，车轮竟垮掉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你出门前怎么不检查一番？这小生何文胜见过庄小姐。这是何公子见笑。庄小姐，你若不嫌弃的话，坐我的马车回城可好？荒山野地，才子佳人，二位好兴致呀！光天化日，你们想做什么？还在给老子逞英雄呢！我看你这穷酸样，也没什么好抢的。你把女的留下，自己滚！我乃荆轲举人，你们要是敢胡作非为，官府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们黑风寨做劫道生意，就从来没有怕过官府。滚！庄小姐，你快跑！小姐快走！听见没？小姐，何公子莫慌。你们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？继续啊！若你们不动手，你们的主子又如何现身呢？什么主子啊？尊家来都来了，怎么还不现身呢？这场戏还没唱完呢，难道就此落幕了吗？小姐，哎呀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这哪儿来的黄鼠狼啊？不安好心，看我不砸死你！小姐，
大人，若无他事，我们便先回去了。滚！哎，是。快走，快走。大人，还有何事？庄家三小姐派丫鬟送了一盒脂粉，说是给您遮丑用的。滚！傅云溪近日这番行径，你如何看待？母亲觉得呢？他对你有情。若当真有情，也该表明心意了。主母，三小姐，您快去前厅看看吧。怎么了？何文慎又来了，似乎是来提亲。老爷已经在前院跟他商谈了许久。此前拜帖并无回音，我只以为是庄大人已另有人选。何公子人中龙凤，前途无量，与我们庄家又是一南老乡，亲上加亲呐，哪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呢？庄小姐，韩燕见过何公子。韩燕不必多礼，你们二人已有婚约了，待春闱过后，择一吉日便可成亲了。婚约已定。韩燕，方才庄大人做主了，已为你我定下婚约。父亲，我何公子虽家门薄弱，却乃千里奇迹。下月春闱，哪怕不能夺得头筹，那也将是大有作为啊！此乃女儿的婚姻大事，父亲就这么签下婚约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为父已经替你考虑周全了。岳父大人，姑爷，入夜到访，有何事啊？我听说岳父大人要将三小姐嫁与何公子啊。确有其事，待定下婚期，请姑爷过来喝杯喜酒啊。见过傅大人。何公子与三小姐确实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多谢傅大人。但一女如何两嫁，还得请岳父大人您赐教。姑爷，这是何意啊？岳父大人，可还记得这是何物啊？20年前，你我两家交好，为双方嫡子嫡女定下这一纸婚约。敢问庄家嫡女可是三小姐庄寒燕？姑爷，这事儿不能这么连啊！你我两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凡事总得分个前后。我傅家婚约在前，你何家婚约自然不得作数。何公子，请回吧。庄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婚约是真是假？何公子，我庄傅两家确实曾有过一纸婚约。既未成亲，女方就有退婚之权。庄小姐，你若将傅大人的婚约给退了，我这份婚约就能算数。庄小姐，我虽非显贵，却也家门清白，艰苦自立。自会馆那日以后，庄小姐才华斐然，犹如睿智明珠，小生便
心生了仰慕之情。我相信，以庄小姐的才智，定能分辨谁才是家婿之选。您若愿意下嫁于我，小生对天发誓，一定在春闱之中摘得魁首，更会将你视为神女一般，敬之如宾，爱之如命。神女只应天上有，寒夜乃俗世凡人，只怕是无福消受。何公子莫动怒，我们在……不用了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却也不受你们如此戏说。替庄小姐已有良配，小生便告辞了。何公子留步，再听我一句解释。何公子，三小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先行告退了。傅玉溪，傅玉溪，你该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做这一切，究竟是何心意？庄寒烟，我心中谋划的一直都是你。谋划？我早已察觉，相夫教子并非你心之所向。上元登宴楼阁之上，你亦曾吐露心迹。既然你并不奢求男欢女爱，也笃信情义生变，只将婚姻大事当作一笔交易，以此换取金钱、权势、地位，来保全你余生不受他人之欺，不受颠沛之苦。那今日，我便与你做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想要的这些，我都能给你。如何给？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。1年之内，我会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别喝，雨欣。来人呐！玉清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云溪早日揪出毒害你的凶手。害死雨清之人，其实是我。那壶毒酒是贼人为我备下的。云溪，雨清性子纯良，自小养在深闺，而我专司大理寺，断的是地狱阴魂之案，沾的是魑魅魍魉之血，每日在阴谋诡计、居心叵测之中求生。我早该料到有今天。我儿乘凶除恶，日夜风霜劳碌，到头来竟然连一家和美团圆的寻常生活都过不了了。
和美团圆。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。1年之内，我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你迈入京城的第1日，我们第1次会面，我便能嗅到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它绝不是属于小家碧玉、深闺小姐。无论你装得多么柔弱纯良，无论你能骗过多少人，但你骗不过我。只是那一眼，我便能察觉，或许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庄家陈年恩怨繁杂，后院家眷关系更是微妙，你庄寒燕却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，应对自如。我命人将那张字条藏于蜡烛之中，虽语言不详，你亦十分敏锐，察觉其中所指，确实是个聪慧之人。我一次次向你示好，蛊惑，想要从你口中探取儋州凶案的真相与秘密，你却始终不肯轻信于我，这般谨小慎微，更是十分难得。后来柴进顶罪被捕一事，我亦从中验察。你虽行事狠辣决绝，却是一个极看重情义之人。而庄家落难一事，你临危不惧，力挽狂澜，背尸救家，为达目的，更是想要出手杀我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皆已验证你庄寒燕确实有保家之能。姐夫求娶正妻，不求温婉贤淑，却求我这般身负命案，放肆出格之人，当真是古今罕见。我做这些，并不是要寻一位正妻，而是要寻一位同盟伙伴。多谢姐夫赏识，但你傅少卿手眼通天，何必如此处心积虑，谋求我一位弱女子做你的同盟？这些年来，我因大理寺公务，在京中得罪了不少人，想要取我性命之人更是数不胜数。这般危机四伏、暗藏杀机、刀尖舔血的日子，每一觉睡下去，皆不知能否再见明日朝阳。只是家中寡母年迈，阿芝尚幼，我不能不为他们做打算。你想牺牲一个女子的一生，来为你保家？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并非要求，而是交易。此事我也却筹谋许久，但你上元登宴那一番话，才让我下定决心，正式向你提起此事。你若有心嫁人，相夫教子，相伴一生，那一纸婚约便不再作数。从此往后，我不会再为难于你，你我二人也再无瓜葛。但你若愿意嫁入傅家，与我结为夫妻，我不会要你的清白之身，但我可以做你的登高之石、攀云之梯，用我的权力和能力，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再将你捧上高位。庄寒燕，这是一场交易，你我各取所需，但答应与否全凭你自行决断，我绝不强求。你若再不开口，我便当你是拒绝了。所以你做这一切都有明确的目的。也是，这样才符合你傅少卿一贯的作风。夜已深了，姐夫暂且回吧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，但这份坦诚和我的预期背道而驰。难道他所筹谋的这一切，全然是因为看中我的能力，从未暗藏一丝真心爱慕？
做同盟伙伴，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？大人，这里有穿堂风，别受凉了。来，您坐这边。来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以往在大人眼里，世上顶顶重要的只有阿芝和伯母。可现如今呢，为了一心救我们的庄家三小姐，您却把自身亲眷都抛到脑后去了。事出从权，正因我真实之情，才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。那您倒是和人家说呀，他从庄家户籍除名一事，不还是您暗中帮他的吗？莫要胡说，是他母亲做的，我晚了一步。有什么分别吗？总之，您从没想过害他，还把后路给他想好了。对了，还有，您知道，一旦吴有之的尸首被发现，除了要被革职之外，您还要遭受如此杖刑，却还是躲在竹林里，眼睁睁看着三小姐把尸首挖走带入京城，自己呢，却默默承受了所有罪责。大人，您真是个情种。你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割了你舌头。我胡说什么了？您做了这么多，却就是不长嘴，全然不让三小姐知道，还说是为了保家才要求亲，那人家当然拒绝你了，说不定还觉得您是图谋不轨呢。此前为查义子一案，我确实险些害了他家眷，他恨我疑我都是理所应当。若我将此事告知于他，反倒像是高高在上，逼迫他回报一般。这并非我心之所愿，嫁与不嫁，都应该让他遵从本心。更何况，我确实有所图谋，才向他提出了求娶。哼，我才不信！如此的出生入死，百般庇护，真的只是因为图谋？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动了真情？我当您默认了啊！哎呀，都娶过一回老婆了，有什么可害臊的嘛？滚出去！行了，被我说中了。哎，大人息怒，小的先回大理寺了啊！命中注定的人，我心愿这个冬天，为求一枝孤雁，画得出你的眉眼，却看不透你的另一阵眼。落进了最远的线，无法你飞远。风雪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烟，终究是我为你设下的线，真心在欺骗，两难之间，如何言说难听你谎言？
母亲，陈嬷嬷他们呢？哎，别过来！我可以站起来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再试试，我可以的。母亲，母亲，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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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勿动怒。你方才失了拐杖，还能站立片刻，便已是大有进展。这般沉疴速疾，你总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韩言，有我这双腿，如果治不好，没有如果。谭大人说，大病已息。母亲可曾想过，你这双腿沉重难行，除了病痛以外，是否也是因为他们脱产着太多愤怒，太多仇恨？你越要强，越急功近利，便越寸步难行。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母亲，我背你回去。好。为何亲手对我离去？太多真恨意。其实你是我的心。幼时学步，你也曾摔疼过吧？早就忘了。那时我没能陪在你身侧，现在又要你陪我重新学走路。我们母女错过太多，但未来还有许多时间和机会，让我们慢慢弥补从前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世界的远都看见，无愿你此生无挂牵。好想在梦里看见你笑颜。你听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明明是决心伤我最轻易，却落下泪声音，心最崎岖。为何亲手对我离去？爱多伤痕意。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也有我无情，却落下没声音。爱你最接近，很柔情，此生只母亲，这也算是你教过我走路了。主母，
主母，您选坐轮椅17年，不日便要痊愈了。郑嬷嬷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若我真的日后能够痊愈，就由我来为你端茶送水。主母说笑了，老奴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三小姐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啊？傅云熙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对你从无恶意。但你还有秘密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即便是寻常夫妻，亦少有彻底坦诚。若我答应嫁你，你是否能答应我2个条件？请说。第一个条件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求你主动坦诚以待，但若我心中存疑向你发问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不可瞒我，必须如实作答。你能做到吗？我答应你。第2个条件，我要一封和离书。我母亲已决意放下旧怨，从此离京隐居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让庄世阳签下和离书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此前言之凿凿，庄世阳乃裴党义子，我要尽快拿到此事实证。令尊藏巧于拙，工于心计。若如此轻易便能拿到实证，我早将他捉拿下狱了。我自知此事不易，所以才需要你傅少卿与我共谋此事。虽实证难求，但若能让他当面自认，或许可以作为制衡他的把柄，让他签下和离书。你有办法？你可知当初我为何认定庄世阳极有可能就是裴党义子？此前我问过你，你并未如实相告。儋州商会会长口供说，前年6月曾在儋州夜会那义子一面，而我回京之后，探查了那12名义南官员前年行踪，包括我的王府，其中11人皆未出京，只有庄世阳在那段时间称病不出，行踪难定。行踪难定，也就是说，仍无确切证据。还有一件事，多年之前，我曾受裴大夫邀请，去往他家赴宴。那日席间，有一道义南名菜，名曰福寿全，食材汇聚海陆之珍，烹饪更是颇费功夫，味道自然也是鲜美独特。去年初秋，庄府家宴，我竟再次尝到那个味道。我凭着模糊记忆分辨，只觉得与裴大夫千岁宴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当时我只是心生疑窦，难道向来与世无争的庄世阳，也与裴大夫暗中有所牵扯？而儋州之行则让我越发确定，深藏在迷雾之中的裴党义子，就是庄世阳。原来如此。那道福寿全工序繁琐，非最新烹饪之人无法上手。我也曾担心错无好人，事后尝遍京城酒楼，可即使有人能做出相同的菜品，但味道却各不相同。你可曾喝过金华酒？自然喝过。那道福寿全之中，是否有几分金华酒的味道？如此说来，确有此味。你是如何知道？我在儋州时曾听闻，福寿全的诀窍在于以陈酒抚味，而入京归家之后，发觉父亲做菜好用自酿金华酒，
想来正因如此，这味道才独一无二，也让你察觉了线索。看来确实如此。所以你想用这道菜来调他出来？此事不易，但你我里应外合，或可一试。老爷，若音，这道菜从何而来？老爷，这不是你拿手绝活吗？我今日并未下厨啊。父亲，都出去吧。老爷，出去。是。老爷，您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妾身伺候您穿衣服吧。啊，无妨无妨，你先歇歇。老爷，这怎么了？这哪儿来的太监衣衫？老爷恕罪，妾身也不知道啊。这今夜子时就地重访，拜见千岁。老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乱动什么？老爷恕罪，老奴方才只是在分菜，但没想到下去，下去。是。这大冷天的，非叫我老婆子来喂这畜生，真是比人都金贵。吃吧，吃吧。谁在那儿？快来人呐！有这个！闭嘴！大人饶命，我就是个粗使婆子，不是主家。你去转告庄世阳，故人求见。故人，此事隐秘，勿有声张。速去。庄大人，许久不见，敢问阁下是？黄参议，庄大人莫怕，老夫并非冤魂。你不是被傅云熙给杀了吗？许多人都瞧见了。眼见未必为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今日才知晓，裴掌印那位神出鬼没、身份神秘的亲信义子，竟然是庄大人你。你这只老狐狸隐藏的可够深的呀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庄大人不用再演，
老夫今夜是奉了裴掌印之命而来，召你前往老地方会面。什么老地方新地方？你究竟是人是鬼？说什么鬼话？看来庄大人还是小瞧了裴掌印。他老人家在狱中畏罪自尽，乃金蝉脱壳之法，实属掩人耳目罢了。更何况裴掌印乃1000岁之躯，只怕是你我都入了土，他老人家依然可以绝硕而活。你个裴党余，你莫在这胡说！3日之后，裴掌印便会前往南阳避世。今夜命你就地重聚，是为拿去你代为掌管的钱财。话我是带到了，你若还是不信，那只有裴掌印亲自来请了。庄大人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子时3经，平安无事，风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庄大人，姑爷，韩燕，今夜大理寺少卿办案，不论血缘亲疏，只论善恶对错。父亲，此前母亲对你的指认，傅大人对你的指认，我始终半信半疑。若非今夜诱你此地赴约，我险些也要被你骗过去了。你这身装模作样的本领，不去梨园唱大戏，当真是可惜了。跟我回家，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你还有什么弥天大谎不能在这里说？庄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在演戏？你再说那知识，那咱庄家就真要大难临头了，你也不为你母亲着想吗？我正是为我母亲想，才费心设下此局。父亲既已中计现身，那便快招认吧。那裴党义子，是否就是你？皇参一直说今夜就地重聚，你却能寻到这偏僻破庙之中，你不是义子，还能是谁啊？我是寻到这偏僻破庙，而你们不也早已等在此地？皇参议是你们请来的吧？他口口声声说裴掌印3日后要去南阳，裴掌印要亲索财物，他说谎。裴掌印早已死了。为何庄大人如此断定？裴大夫必死无疑，再无生还可能。裴大夫狂妄自大，惜命如金。他在诏狱畏罪自尽，只是对外的说辞而已。他真正死因是常年服食慢性毒药，身体早被腐蚀，这才暴死狱中。此事十分隐秘，并无几人知晓。难道这毒也是庄大人你亲自下的？你既然知道裴大夫绝不可能活着，今夜又为何前来？韩言，我是为了你呀，跟我回去，什么我都可以跟你说。你莫要帮着狼子野心的人，这会害了我们，害了你母亲，害了全家。跟我回去。傅大人，你步步紧逼，与你何意？我虽暂时卸职，但终究乃大理寺少卿，缉拿裴党归案一直是我分内之事。你是为了私吞裴掌印财产？如此说来，你终于承认你就是裴大夫义子。私吞财产？不然呢？傅大人，你何必非要害我？你也放过韩燕吧，你何苦让他涉险入局？我今夜干事诱而冒险前来，
就是为了救我的女儿，请你莫要再离间我们父女之情。庄大人这操纵人心的把戏，果真是炉火纯青啊！傅大人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裴长印一死，你我都曾身不由己，如今又何苦为难彼此？今夜我来向你求和，只要你愿意偃旗息鼓，我们便相安无事，实在不必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。鱼死网破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傅云熙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傻丫头，他太多事情瞒着你。京中盛传，傅少卿颇有城府，工于心计，绝非浪得虚名。他利用你接近庄家，暗中调查我，目的就是为了私吞财产。左行长倒台后，圣上下令彻查裴党余孽，想必你也日日担惊受怕，夜不能寐。你口口声声还要救出义子，实际上你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啊！难道你也与裴大夫有所牵连？岂止是有所牵连，京中这番胡闹是傅大人贼喊捉贼。我把话说明了，我确是裴大夫义子，我虽帮他保管财产，可我从未害人。你若不是这般紧闭，我不会猜出你是谁。有哪条律法规定裴大夫只能收一个义子？原来左行长余孽，裴党义子，也是你傅云熙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发问，你便如实相告。那你告诉我，裴党义子到底是不是你？是我。